在网络上一直有一段留言讲说，在泰国的北部有一群台湾人被遗留在这里。我是很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就是他们是云南人，他们是一群在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逃到缅甸北部，然后再撤退到泰国北部的一群人。如果你硬要讲的话，他是中华民国的孤军，一群被中华民国用完就丢，可是他们又心向中华民国的民族，他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关系，他跟台湾也没有关系，他就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孤军。然后中华民国对他们好吗？可是在这边呢，你会看到繁体字。在这边呢，你会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在这边呢，你还有可能会看到国民党的党徽。你在这边呢，你还会看到学生上中文课，有华文小学。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是在使用注音在教学。可这些一切的一切呢，我今天会用我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就不是耸动的标题，不是耸动的内容。不会是想说一群被中国遗忘的中国人在台北什么什么这种，我不做这种内容，我会带大家仔细的了解这一段历史，然后我也不会讲太多战争的内容，因为在50年代、60年代，战争全世界都是啊，对啊，不管是中国的什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越南战争。哇，你就不要再讲西班牙、欧洲那边的战争，然后或者说南美洲的战争，在那个年代战争一大堆，所以我不会着重放在战争怎么打、怎么之类的，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一批泰北孤军、缅北孤军的诞生。OK， 那我们出发 ，Let's go！ 欢迎来到 Cookie 讲业 man， 我们现在在的是台北义民文史馆。哇，这个地方啊，我真的很想要拍很久。这个稿子我大概也是准备了将近1年了吧。对，就有一次我不小心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有一个人拍了这里，然后是在疫情期间，我就对这个地方非常感兴趣，然后就很想要来拍这里。然后稿子写了很多，影片看了，资料也查了，今天我终于可以来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命运的安排。对，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为什么在泰国北部有一群孤军在这里，然后这一群孤军呢，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我们之后呢会和一个差不多60岁的校长啊，就是之前你们看过那个校长来拍。就是让他亲身来讲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可是今天我们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简单来讲呢，就是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打输了，跑到了台湾，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在云南的边界的时候，就有一群国民党的军队撤离到缅甸。那撤离到缅甸呢？他们是有武器的嘛？你今天有一个军队有武器，然后在我的国家，哇，我当然就会不爽，对不对？那在这个不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生很多战争啊，就是缅甸要打国军，然后国军呢，就是很能打，因为他们打过很多战了嘛。然后共军要来帮忙，就是缅甸又拒绝啊，你如果帮我的话，你打赢了，你又留在这里怎么办？反正就搞来搞去，到最后有一个国家叫做美国。这美国啊，王八蛋美国又来了。大家如果常看我的影片就知道我很讨厌美国。那美国呢，做什么事情？在1950年的时候发生韩战嘛，就是朝鲜战争，中国叫抗美援朝。那发生这个战争的时候啊，美国就想，哇操，我跟中国在朝鲜打战，朝鲜的部队一直来，哇，他们很能打。然后就跟蒋介石讲说，蒋介石啊，那边啊，派一支军队帮忙云南那边弄一弄下，让那个毛主席啊、毛泽东啊，就是一心二用啊。那军队不要担心，吃的我给，武器我给，钱我给，
蒋介石这个傻瓜啊，还真的觉得啊，美国要帮我，我可以透过这个军队反攻大陆，他真是傻了，你知道吗？啊，蒋介石想说，哎，军队们，武器给你了，空投下去，透过曼谷过去，透过海路过去，东西都给你们了，你们给我打！开始的时候真的打得不错啦，为什么打得不错呢？因为共产党的军队都在东北嘛，然后后来那边结束了之后，把军队派来这里镇压，其实也不用派太多，因为他们军队几千个人而已，不多人的，就又退回到那个缅甸北部了。过了这段时间呢，他们就在缅甸扎根下来嘛，主要是在大其力。这一次我们可能会去大其力，可是不一定，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可是反正大其力在缅甸啊，我也不一定过得去。那反正在大其力呢，就开始重新整装整队啊，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大家都听到，在大其力啊，在缅甸啊，有一个国民党的军队管刺。就可以吃可以住，然后很多华人就去投奔了。一开始呢，就是可能2、3千个人啊，后来最多的时候发展到1万人。如果你是缅甸政府，你会怎么想？哇，一群人在这里，哎呦，我的国家不就乱？他们随时要攻打我怎么办？那缅甸政府呢，就找了印度的国际雇佣兵，就跟国民政府打起来了，打输了。我这个没有想到啊。这个军队这么能打，国共内战时候不见得你们打赢毛泽东。如果你是缅甸，我就觉得不对啊，我打也打不过你，然后就这样子都没办法弄走你，然后你又有武器哦，那怎么办？很简单，去联合国抗议，他就跟苏联在联合国抗议，然后美国讲说，哎呀，你走啦。然后蒋介石就摸一摸，讲说，好啦，我走啦。然后在1950几年的时候，他们就走了。然后可是走的时候那个神经病的那个蒋介石又透过人跟他讲说，你留2个军在这里伺机而动，可是你躲在山里面，不要出来，随时反攻大陆。我原来反攻大陆靠几百个人1、2千人就可以反攻大陆了，他傻的，他神经病的，所以我讲这些人就是用完就丢，丢了又用，没有用啊，蒋介石。就这样子，第一次撤军就开始了。第一次撤军的时候呢，人还是在缅甸，主要是在大其力，撤了将近7000人，留下来的人呢就躲在山里面。那时候还是在缅甸。第一次撤军之后就真的是很辛苦了，因为要活在山里面了，就真的是活在山里面了。那蒋介石呢，这个人呢，这个王八蛋呢，还在想说，我继续给你武器，然后美国人都讲不给了嘛，他继续给。直到有一次打输给共产党那时候缅甸也没有办法，想说好啦，共产党军八路军你来帮我啦，然后就有一次就打输给共产党，他们就缴获了一批就是美国的武器，这时候你要赖都赖不掉了，美国人就生气哦，人说你 what the fuck of this 张开血口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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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那讲这些没有办法。就进行了第2次撤军，这个是战争陈列馆。我们来看一些历史的照片。这个就是李明将军刚提到的就是带领就是打败那个印度军的那个李明将军。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很多吃的嘛，所以很多华人就会投靠李明将军的那个93师。简单点就是有饭吃。现在很多人讲说美斯乐这里是93军，可是其实它是很复杂的，是很多个军队、很多个大队、很多个师，到最后集合在一起。只是简单来讲，他们就93师，93师只是简单的称呼他们而已，实际上他们不一定是93师你不要随便跟别人讲说，你是不是93师的后裔？不一定。第一次撤台啦，就从1950几年开始。到最后1954年3月30号，经过缅甸到泰国，然后撤退到台湾的总共是7880人。可是蒋介石留了一些人嘛，就像刚刚讲的第3军跟第5军，后来被发现嘛，就进行了第2次撤台。这个就是他们撤台的照片撤台的运输机的照片，然后准备撤台啦，撤台的照片。第2次撤台呢，就是1959年3月啦。
总共到1961年的5月的时候，总共撤了5000人。第5军的段锡文段将军啊，被命令不能走，基本上认为都是蒋介石亲自下的命令啦，让段锡文将军呢就是留在这里不能走啊，在山里面打游击啊。他们的名称呢后来改成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啊。然后蒋介石对外讲了，这群人啊，我要带他们回台湾啊，带他们到台湾啊，是他们不要啊，他们不听军令啊。他们是叛军，他们跟中华民国一点关系都没有，烂 shit。刚提到1961年是第2次撤军嘛，然后之后大概留下了4000人左右，然后由段锡文将军跟李文焕将军率领。基本上段锡文将军呢就是第5军的将军，然后李文焕带领第3军，然后这慢慢的就到了泰北这里来。这段时间为什么会选在美斯乐 Maslow， 他那时候 Maslow 呢就是和平的意思，它是一个泰文。美斯乐呢就是段锡文将军取的中文名字，当时呢他是没有中文名字的。那时候整个美斯乐啊是山来的，没有人住的，就像是今天把你丢到一座山里面，你带着4000人去开垦去生活。那时候在这里没有所谓的罂粟花，网络都是谣言。在1961年入驻美斯乐之后呢，在1970年代的时候，泰国希望这个孤军呢来帮忙打战，这个就是所谓的帕党战役啊。可是实际上它是整条战线的啊。那这里就有写到，从1971年打到1975年，总共打了4年。这一场战役很多资料是错的，特别有一些大的 YouTuber 啊，住在泰国的中国 YouTuber， 这个资讯是错误的啊。帕党战役就是他们整条打了4年，然后总共派出去了700多个人啊。第3军跟第5军总共派出了700多个人。那时候呢，他们还有整个村啊站在路口欢送这些军人出去，因为没有办法，你在泰国的土地，你就是要听这里国王讲的话，不然就把你赶走。为了生存，他们没有办法。那时候还没有谈什么要身份证啊，什么都没有，就是国王叫你来打，你就只能去打啊。打完这场4年的战役打赢了嘛，凯旋归来，可是没有哦，那个共产军啊在那边啊，哇，一直过来哦，苗共啊那些一直过来哦，你派你的人啊在密尔村跟帕党村住，你们住在那里，不要回美斯乐了啊！不要回美斯乐了，他们这边就被迫留在那里，又重新来一次，又在一个山里面开始建房子、种土地，就是又来一次啊！所以1975年之后呢，就有一些人回到了美斯乐，有一些人呢就被迫留在梅尔跟帕党。打完仗回来之后呢，基本上泰国政府觉得，哇，你们这一群人这么能打，武器全部给我交出来，你们有武器还得了啊？段将军呢就想说，这个武器是我们的哦，保命工具来的哦。如果我给你武器，你有一天你来打我怎么办？我没有枪怎么办？可是到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还是给。给完之后就开始种田啦，种茶叶啦啊。因为1973年的时候，台湾就派了这个团过来，终于想到他们了，隔了这么多年，终于想到他们了，拿了一些茶叶苗啊，来这里教大家怎么种茶叶啊，种咖啡啊。在1973年的时候，那1975年回来嘛，大家武器交出去了嘛，开始当农夫了嘛，卸甲归田了嘛。然后可是到1981年，时隔6年之后啊，段锡文将军在1980年的时候就过世了。那1981年的时候，泰国政府又来了，在中部有个叫考克考牙。我们打了很多年打不下来啊，你们派军队过来帮忙一下可以吗？考克考牙的战争啊，其实他们只打了22天，预计本来是要打30天，22天就结束了。这里有写22天，这里很多照片啊，都要有人帮你解释。1981年考克考牙战役打完之后，没有很久，1981年呢，一战成名嘛，22天就攻下来了，然后美斯乐也扬名整个泰国了，因为他们帮泰国打下了这么重要的一战啊，就是把苗共给清除了。因为这越南军队打了很多年都打不下来，在去考克考牙打战之前呢，孤军就和泰国政府谈了，说你要我去打可以，
我所有的人都要有泰国身份。我们打赢了，你要给他；我们打输了，你也要给这些人泰国身份。我们这些兵啊，死了就算了，可是我们的孩子、子子孙孙至少有一个身份吧，不然每天很像难民这样子。泰国政府也答应了，打赢了。回来不到1个月啊！不过这一群去打考核考压的，基本上是2代兵了，因为1代兵也已经老了，他们60年左右就到这里，81年已经隔了20年了，30岁变50岁了，20岁变40岁了啊！而且6年没有拿过枪了，但是还是打赢了啊，人就打赢了，然后就泰国政府也给他们的身份证，他们从此就变成泰国公民了，这个有点像我之前拍的，就是板东那边啊，马贡到板东之后，泰国政府给他们身份一样。我真的觉得啊，太皇9世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国王。然后从1981年开始，他们就真的卸甲归田，开始种茶叶啊。这个基本上就是整个美食乐的故事啊，就是孤军的故事，就是大概就长这样子啊。这个场馆呢，就在介绍怎么种茶啊？他们就是有辅助啊，种芋头啊，台北小武林啊这些，还有果树啊这些，我觉得这些照片都是蛮不错啊。还有啊，这个时候这样拍的啊，中华民国国旗啊，刚有提到嘛，就是帕党战役的时候啊，打了4年，然后其中有1年呢发生大火。在那个大火的时候啊，他们的茅草是长这样子的，就全部人住的都是这种茅草屋，然后之后呢，就发生一场大火灾，段将军呢就下令讲说，我们现在全部改成铁皮屋，就改成铁皮屋。你们可能会觉得我讲得很轻描淡写啊。我就是不想要去渲染什么谁打仗比较厉害啊，什么哇，那时候多能打啊，那时候多差，那时候什么，我不想渲染这件事情，我是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个泰北孤军啊，一切都是身不由己的，他们要用他们的命来换取他们子子孙孙的安居乐业，他们曾经心系中华民国，他们曾经说自己是中华儿女，知道吧？现在当然也是啦，只是历史的遗迹让他们变成了泰国人。但是我很深有感触的是，身为一个马来西亚华人，我们也是曾经这样子。当然，我们不是因为打仗，我们的前辈是因为要谋生，从东南沿海然后到南洋下南洋啊，对，所以我们的出发点虽然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情况跟这一群泰北孤军是有一点点像的，就是我们先辈啊，为了华文教育，为了延续中华文化，这边大部分还是云南人嘛，就是在美斯乐这里。那在马来西亚呢，就是有广东、潮汕、福建、海南、客家，什么一大堆人都有。我们为了延续我们传统的一些习俗，不管是过年，不管是中秋节，不管是什么节日啊，端午节。我们其实都很坚持了很久，不论是曾经发生过的排华，可是很多政府，印尼政府、马来西亚政府都不承认的排华事件，我反对华文教育事件他们都不承认，可是实际上是真的有发生过的，然后看到美食乐这里的华文教育，会很感动啊。你要我下狠狠的标题，我做不到了。我反而是需要尊重这边的人，要尊敬这边的人，要佩服这边的华文教育，而不是拿这里的主题来炒作，来赚取流量。对，我做不到。我们去段将军的陵墓，这段将军的陵墓呢，它是盖在山的旁边。为什么会盖在山的旁边呢？因为它只有一个要求，你在美斯乐如果有看到所有的坟墓、陵墓啊，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面向北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死之前，都希望死之后可以朝着家乡的位置。中国在泰国的北方。然后这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容易旅行跟飞行的世界。
如果今天你们有去国外念书4年，或者你外派去一个地方2、3年，你都会想家的，对不对？这群人30年、50年都回不了家，怪可怜的。好，我们去段将军的陵墓看看。这个就是段将军的陵墓啊，全部都是使用繁体字，但是这里再走进去呢，很远，还要大概600公尺左右，大概还是需要600公尺。段将军的陵墓盖在深山里面啊，并不是什么要修身养性啊，并不是什么啊，并不是什么成仙啊、求道啊什么，不是啊。单纯的只是因为是要面向北方而已啊，不是要飘向北方啊。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楼耸高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装满了惆怅。有人说他的老家骗了一堆钱后现在风头啊，没有啦。OK， 好。就是要飘向北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北方，正北方。等一下拿指南针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里有一个茶馆，然后还有一个93师的奶茶馆。后面呢就是段将军的陵墓，又要开始爬山啦。Tigo Bar， 这时候还要自录一下 ，Cherry Tigo Bar， 开着它上来真的是很安心啊，很有马力十足。OK， 这个是93师奶茶店啊，刚刚影片有提到了，他们到最后是被统称为93师，可是一开始是很多不同的军啊师啊，然后在一起的。我们到了，嗨，没有发现一个很尴尬的东西了。北方在那边呢，这个应该不会错吧 ？iPhone 这个应该不会错吧？不是这边呢，这边是东嘞，尴尬哦，讲了一大堆，结果这个够力哦，它是面东边呢，还是以前罗盘不准呢？高了喽，西北尴尬哦。不是讲北边咩？都是超东的，高了都，尴尬。我们其实就是拍影片就是这样子啊，知道什么说什么。可是这个真的有点尴尬啊。段将军呢，就是1911年出生，1980年过世啊，就在这。然后这个呢，就他生前最后用的拐杖。这边就是有一个解说员，他常年都在这里的。你只要看到段希文将军，的影片啊，来这个墓园啊，都会看到他。这些就是一些历史照片啊，哇，全部都是用繁体字写的。这是段将军他出兵的时候，1970年到1975年啊，我们有讲的就是去帕党那边就是打仗的时候。这个就是段希文将军不同时期的照片。这一张呢，就是蒋经国先生来这里看他们。不要再讲他们跟中华民国没有关系了。经国先生是什么地位啊？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这样子啊，我看一下。我的 footage 拍了40分钟啊，我不懂会剪几分钟出来。我其实很喜欢拍这种内容啊。如果你们有看过我胡志明的那一集，或者就是S21的那一集，你们可以发现我很喜欢拍这种历史的内容，然后我会用自己的角度来把这个历史讲给大家听。这个太北孤军啊，它有一个很难拍的那个关键，是因为经历这些故事的人啊，到现在有些人还活着啊。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影片来采访活着的人，就是包括那个帕党战役的时候，就是他们穿着白色衣服欢送这700个军人出去。为什么我知道？这几天我在那边聊天的时候知道的啊，就基本上类似
送兵的感觉啦，出兵的感觉，但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的，他们是被迫去打仗的。还有就是以前在美斯乐1961年过来的时候，他们有自己发行了自己的钱币啊，我也是在这几天才知道，可是现在找不到那个钱币了，也是段祺文将军来促成来决定来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包括开始种这些茶叶啊，包括这里不能种鸦片，都是段祺文将军下令的啊，然后很多啊，但这里你只要听到有人讲说美斯乐曾经种过鸦片，你叫那个人出来，在哪里种指出来，网络拍影片啊，不可以不负责任啊，就什么大烟啊什么。不过美斯乐的孤军曾经没有错当过保镖，护送这些鸦片啊从哪里到哪里的确是有赚钱嘛，不然哪里有钱啊？然后还有一个贪污的事情，这个也不好说那个将军的名字，反正那时候国民党或者说中华民国啊，蒋介石还是哪里啊，每个月有给他们20万泰铢啊，那个负责拿这笔钱的将军呢，直接在曼谷的银楼洗钱洗去美国给他的孩子啊，然后美斯乐这里没有拿到半分钱，这些都是发生过的，但是，哎，就这样吧。美斯乐每个人都很感谢段将军啊，从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到那个叫什么秩序维安啊。第5军就是驻扎在美斯乐，然后李文焕将军的第3军呢，他们是在清迈省唐窝，距离这里大概也要2个小时左右啊。就是第3军跟第5军是分开的，然后要去打那个考牙或者去打那个帕党战役的时候，都是一人出一半的军队啊。这个就是今天整个影片啊，好像西北长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OK， 好。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然后规矩，喜欢这个影片在YouTube看到点赞、订阅之后打开小铃铛，飞速帮我出去。我们下一个美食的影片见，拜拜。